马云早已失去了蚂蚁集团的控制权，但这条旧闻却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被多家媒体同时重提。为什么是现在？几乎同一时间，政商圈传出重大风声：10月中共四中全会，北京可能定调全面推进国有资本扩张，第二次公私合营或将启动。对民营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有专家警告，一旦拍板，国有资本吞并民企的流程将全速启动，能走的赶快走，不走的就等着被收编。曾经中国首富马云的遭遇，就是这场可能席卷全国的风暴的标准剧本：先打击，再改造，最后收归国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燕青。原上海企业家胡立任8月12号在精英论坛上爆料，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极为关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定调，极有可能将国有资本进一步扩大化。也就是说，国有资本将大规模吞噬民营企业，第二次公私合营很可能即将到来。至于消息来源，胡立任表示，自己曾长期从事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内拥有许多顶级专家朋友，他们都在国家级研究院任职，在中国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与知名度。这次的消息正是来自于他们，但出于安全考虑，不便透露姓名。胡立任提醒，一旦该方案在四中全会上确定，就会进入全套落地流程。先由全会通过方针，再由全国人大密集推出配套草案。一旦人大敲章，便会迅速转化为国家政策，并全面执行。对民营资本而言，这将是翻天覆地的转折点。未来，民营资本必然会在大规模的国有化浪潮中被吞并。他呼吁，这段时间能离开的企业应尽快寻找出路，设法撤离，把风险降到0，否则只能等着被宰。这不是一次单一行业的整顿，而是第二次公私合营，已经在路上了。如果说胡立任的爆料是对未来的预警，那么马云与蚂蚁集团的遭遇就是这场趋势的现场版案例。2023年1月，蚂蚁集团突然宣布重大股权调整，马云及其一致行动人终止在杭州云博投资的一致行动协议。这一动作彻底拆解了马云对蚂蚁集团的表决权安排，让他从曾经掌权53.46%投票权的实际控制人，变成仅有6.208%投票权的普通股东。公告明确指出，不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股东单一或共同控制蚂蚁集团的情形，马云时代就此落幕。这场转变并非孤立事件。早在2020年10月，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批评监管机构当铺思想，直言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用昨天的方式去监管。几周后，原本已进入港交所与上交所倒计时的蚂蚁集团 IPO 被一纸命令紧急叫停，规模高达37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 IPO 就此夭折。此后，阿里巴巴与蚂蚁集团接连遭到反垄断调查、重罚、业务整改，从切割股权与管理层关联到关停相互保、调整花呗、借呗等核心产品，直至引入国资背景股东。2024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复支付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这个拥有10亿用户的金融平台不再姓马，而是由多方股东共同决策。蚂蚁的估值也从2020年的2.1万亿元高点跌回2023年回购时的约5671亿元。马云、蚂蚁集团、阿里巴巴的近年之变是习近平上台后大搞国进民退的典型事件。这一过程被外界形容为新版公私合营。按理说，这桩事在2023年底已经告一段落，但就在2025年北戴河会议期间，这则马云彻底失去蚂蚁控制权的旧闻却被港媒与多家大陆自媒体同步翻炒，甚至配上了从蚂蚁金服到蚂蚁金服的讽刺标题。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点再度成为热点？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谢佩学博士对大纪元表示，这背后并非单纯的舆论偶发，而是与党内权力博弈及政策信号挂钩。当四中全会可能定调国有资本扩大化的消息在政商圈流传时，马云这个标志性案例被重新推到台面，等于是一种现成的政策示范。先在金融与互联网领域改造民企巨头，然后再将模式推广到更多行业。从这个角度看，马云并不是孤立，而是一次制度实验的先行对象。先有政治打击，再有业务与资本改造，最后收归公共控制。这条路径与1950年代的第一次公私合营惊人相似。不同的是，今天的国有化不一定靠直接接管，而是透过股权重组、监管规则和国资渗透，达到同样的控制效果。蚂蚁集团的故事无疑是一面镜子，胡立任口中的第二次公私合营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已经在关键领域完成了先行试验，如今正在等待全国推广的指令。马云的遭遇并不是中国商界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剧本。70多年前，中共就在全国范围内上演过一次彻底的公私合营，而且路径如出一辙。1949年建政后，中共先在农村发动土改运动，集中清算地主阶层。地主被清除后，矛头很快转向城市的民族资本家，也就是当时的民营企业主。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全面展开。名义上是反行贿、反偷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泄露国家经济情报，实际目的却是要彻底击垮民营资本家的心理和经济防线，迫使他们交出财产与经营权。运动席卷全国，批斗、检举、抄家成为了日常，恐惧氛围笼罩整个工商界。上海作为民族工业最集中的城市，成为打击的重灾区。仅1952年1月到4月，短短90天，就有876名企业主因不堪羞辱与压力跳楼自杀。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甚至用空降兵调侃这些自行了断的老板，每天早上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有多少个空降兵”。一些声望卓著的企业家也难逃厄运。航运巨擎卢作孚曾在抗战时期用船队撤离10万人。转移江浙工厂设备到后方，便誉为民族资本的英雄。但在三反五反中，他被定性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先被迫自愿交出企业，再遭批判思想顽固。1952年2月7号，卢作孚在家中服下了大量安眠药，自行了断。遗言写道：“我一生爱国，但现在国家不需要我。”随着资本家的抵抗被彻底瓦解，1954年，中共全面推行公私合营。企业名义上仍由原老板管理，但经营权与所有权实际已归国家，利润需与国家55分成或更多。到1956年，几乎所有民营企业都完成了合营，中国进入纯国有经济时代，市场上再无真正的私营企业家。这条先打击再改造，最终收编的流程，与今天胡立任警告的第二次公私合营，以及马云与蚂蚁的遭遇几乎如出一辙。历史已经证明，第一次公私合营从打击到收编仅用了几年时间，速度极快，覆盖极广。今天在更加成熟的监控与行政体系下，这个过程甚至可能更快。马云的转型不只是个人命运的拐点，而是整个民营经济被制度化改造的标志性时刻。北戴河的海浪声中，权力与资本的新棋局已经摆好。中共四中全会是否会按下启动键，将决定中国民营经济未来数十年的格局。而对那些仍在犹豫观望的企业家来说，时间或许已经不多了。第二次公私合营可能已经进入倒计时。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